好，这节课我们来画耳朵。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耳朵的这个结构啊，先看一下它这个简化版的石膏。这边呢，外边是它的外耳廓，耳垂有这么一个圆形，外耳廓呢大概呢就是大写的一个 C， 对吧？然后里边内耳廓也是一个小 C， 这边呢有一个 Y 字形的符号。里边呢是中间的这个耳道啊，一共呢也就大概这么几个小结构啊，大家把简单的记住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们来起一下稿啊，画一下这个简化版的这个，快速的起一个稿啊，还是画这种长直线。大概的把这个轮廓啊，外轮廓啊，给它勾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里边它的这些内部的这种小结构，看我们到现在啊，起稿前半阶段啊，都是这种直线的去切它，一点点把这个形呢给它切出来。整个过程啊，我们前期起稿的这个整个过程啊，是非常快速的啊，不要去有过多的去思考啊，我这个笔怎么下呀，就是直接画啊，大胆的去给它画出来。看，因为我们这个是简化版，我们直接就把这些线呢都给它一个一个都切出来就可以了。主要的这些，你看，外边一个 C， 里边一个 C， 一个括号，然后里边的这个内耳道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梯形，对吧？我们都给它画出来之后，是不是整体呢？基本上这个耳朵它的这个形，这不就快速的就切出来了，对吧？然后我们再去深化啊，具体到每一个这个小块的它的这个形状是否和我们左侧的这个图呢相符，对吧？接下来呢，就是这些比较细小的啊，中间的这些内部结构，给它慢慢的勾勒出来。这里边的这个耳朵呢，它的这些小面呢，小的面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呢，稍微仔细一点。大家在画的时候啊，也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边啊，这个画面里边，其实我画的时候啊，是有好多线呢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我不断的在画呢的过程中啊，一条线我可能画好几笔，你看这一条线，它画好几笔，它里边并不是说每一笔都是对的啊。
好多都是错误的，但是我也没有，大家看我没有用到橡皮擦工具，对不对？就是说大家在画的起稿的阶段啊，反复的把这个笔呢在纸上去画，不要用橡皮去修改它啊。最终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像画那种动画插画的那种一条单一的准确的线，100%准确的线，我们要的是一个轮廓啊。所以说我们前期在起稿的过程中呢，不需要用到橡皮。好，我们稿子呢大概起的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怎么办呢？眯起眼睛观察画面啊，我们要画黑白关系，对吧？将它变成一个有体积感的一个耳朵。好，我们眯起眼睛看一下，观察黑白灰啊，整个耳朵最重的地方是在哪儿啊？这个是1，对吧？这个是1、2、3，大概4、5、6、7、8，对吧？9，这是8，这是9，对不对？大概排一个序啊。我们把它的这个明暗关系先定一个位，就每一个它大概都它的排序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地方还稍微有一点复杂，好多个面啊。我们先从这个排名第1的这个暗部啊开始画起。为什么说先从最深的地方开始画呢？因为我们先把最深的这个深度啊定下来之后呢，我们依次呢向外去推，比它浅一点的画到什么深度，再比它再浅一点的画到什么深度，这样我们就是有了一个参照啊。先把最深的画出来，一点一点的，我们再把这个重的，你看这里边啊是一个大的暗面，我们可以直接看像这些地方，我们直接就先给它用调子啊给它铺出来。我们在就是新手同学啊，我们在练习这个五官的时候啊，前期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多练习这种快速的这种黑白灰关系的这种小速写吧，算是10分钟画一张，或者是20分钟画一张，有一点点像那个我们打比赛啊之前先热热手、热热身，对不对？这里边是一个大的暗面，我们就直接先给它铺进来，然后呢再去找这里边的它的这个黑白灰关系啊。我们在画的时候，上调子的时候呢，也是可以边眯着眼睛啊，因为我们现在不是画细节的时候，我们前期呢跟细节无关啊，我们所有都是为了这个整体的关系来去塑造的啊，所以说我们边画呢可以边就是眯着眼睛去看这个画面，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忘记细节。前期呢我们在画这个东西的时候，把细节这个东西这个词，所有关于细节的都给它忘掉。
们只画大关系啊。这个面儿，啊，我们眯起眼睛一看，这个面不够重。这个底下这个投影啊是最重的啊。这个里边也不够重。好，我们的10分钟速图是不是就搞定了？大家自己呢在课后啊，也要多多练习这种简单的啊、快速的画一张，这边再加重一点。下边呢是一个45度角度的，稍微偏侧面一点的耳朵啊。就是是不是非常快速啊？我们就把这个形啊，它的这个轮廓呀，基本上就切出来了，对不对？非常的快啊！我们自己在画的时候呢，同学们在画的时候，起稿阶段也是快速的啊，大胆的去把这些线条呢都给它勾勒出来。然后呢，可能前期啊，大家会感觉，哎，我可能有些时候啊，就是不敢下笔，画的太不准了，就是很多时候画的东西都是错的啊。前期一定要注意，就是不管你画的这个东西是否是对错，都是要大胆的先给它画出来再说，啊，按照我的那个方法呢，形的对比法，你看这个耳朵，我们最前期啊，你看可以把它就分成几个大块儿，对不对？你看，我们把它分成这几个大块儿，分成这几个形，我们把这几个大形呢拿去做对比。你看这个形，我们这是一个梯形，应该是这样的。然后这边呢，这个轮廓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底下这个梯形应该多大？我们给它分出来形了之后啊，我们看的时候呢就会更清晰。整个画面呢，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外形轮廓？我们可以看出来，看得更简单啊。也就是说，把它这一个形呢，给它越来越简化，知道吧？给它简化成一个简单的几何形体，然后我们去做对比。比方说，你看啊，我要是画一个这种东西啊，然后我再去给它复制一个，我要临摹它，我要是一点一点的去这样去画，我很难画准，对不对？那它现在是一个这样的形，我给它简化成一个方形，然后呢，我再去切它这里边的这些角，是不是就很好去对比了，对不对？看，再去切这个形，是不是就很好的给它能快速的给它画出来了，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先给它简化成大的几何形，然后再一点点，再把大的再分解成小的，然后最后再分解成小的，最后就能成为这个形了啊。那这个形的目的是为什么呢？那就是把它
分解出来了。我们最终呢是要画一个它出来，对吧？好，我们直接这个时候啊，我们直接画一下这个。我这坐着是歪的啊，我调整一下姿势，稍等。好，我们画一下这张啊，还是先切大轮廓。你看，它是这样的一条弧线，对不对？变化还是挺丰富的一个 S 型的弧线。你看，我前期去画就切这种长直线，你看给它切出这种轮廓就可以了啊。这边我只去切这种长直线，看到没？上边的这个厚度不够。现在啊，其实我都不敢保证，就是说我现在画的这个轮廓是不是对的？那怎么才能让它之后画对呢？也就是说，我把里边其他的内容啊，快速的都给它画出来，然后我们再去一点点去做比较。也就是说，我在前期在画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也只是说凭着感觉画个大概。当然，当我把我所有的内容都画出来了之后，我才有参照，有对比，对吧？哪儿画厚了，哪儿画薄了，哪里不够啊，我才有东西做参考，对不对？就是说前期嘛，我们一定要把它这些东西啊，快速的都给它表达出来之后，我们再去修改。不能说是我不敢画，所以说我就为了准啊，为了准，从刚开始第一条线我就一定要准，一定要非常准，一模一样，然后我才肯画下一笔。不要这样啊！我们只有把东西啊全部画出来了之后啊，才有的参考啊。你看我前期是不是这个宽度就不够了，对吧？我这个耳朵呢，整体的这个轮廓呢，也是画的稍微有点长了。我只有一点一点的给它画出来了，把所有东西都画出来了，之后才能一点一点的给它找准形是什么样的。你看下面的这个三角这个区域啊，我们就可以和上面做一个对比，对吧？当然整体上啊，我们给它稍微缩小一点，整体上有点画的稍微大了。好。再来观察看这个边缘，看上面的这个地方，我明显就是厚度不够，没有它那个那么厚，对不对？然后这个边线轮廓是应该怎么走？我们对照的上边观察一下啊。耳蜗这个地方，
这个明暗交界线给它表现出来，里边这个边线、边界线。好，我们前期的这个起形呢，基本上就差不多这个地方啊，我们要修改一下，这个边啊画的不对。好，然后我们观察一下啊，眯起眼睛看一下黑白关系，排一下序啊，阴影这个地方下边肯定是最重的，对不对？2，那就是这边这个大面啊，3，对吧？4是这儿，5、6，大概有个排序就可以了啊。好，然后我们先从最重的地方开始画起，这底下它是有。你看我之前画错的这些线条，是不是我现在画的时候是不是就给它带进来了，对吧？所以说前期啊，我们几乎用不到橡皮。尤其是我们这种素土啊，有些时候呢，你看有些边缘，我就是让它虚一下，就没有必要说为了做什么那种特别精细的画的那种特别精细的，然后去给它擦得很干净、很利落啊，反而会让你这个画面呢显得不那么松弛啊，不灵活。除非我们是要耗费一整天或者是1个星期去画这一张，我们要画那种精细素描，我们可以慢慢的去磨，慢慢的去画，擦得干干净净的，画的跟这个耳朵跟这张照片一模一样的那种，我们需要给它擦得很干净。当然，我们这种小简短的练习呢就没必要了。还是啊，画的时候呢，不断的眯着眼睛来看整体。现在我们只考虑整体，不看细节啊。这个地方我们给它勾出一个小反光，橡皮擦给它擦出来啊。
眯细眼睛啊，不断眯细眼睛看。感觉我们这个画笔颜色的问题啊，有些重的地方还是不够重。该加深的加深。整体的这张关系是不是就是差不多了，对吧？我们可以移动到上边看一下，是不是大概的轮廓呢都可以对得上，对吧？基本上是对得上的。也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方法啊，起形啊是没有什么，就是我们只要仔细的去按照这种对比，给它分解成小块来去做对比的去起形啊，它是没有说会差很多的啊。我们只要仔细的画出来，基本上都会大差不差的，我们会起得很准。